Hello，大家好，这个是D3.js 中文实战教学第3章长条图的影片，然后这个影片就会实际操作这个章节里面的指令，给大家看怎么实际操作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一开始它这里有一个成品图，就是可以先看到这一张，如果你做出来的样子是怎么样。这个就是成品的照片，然后如果想要先看成品的话，可以这边下载长条图成品。这边下载之后，先把它打开，先跑一次，给大家看那个成品是长什么样子。它进来，我先把它放在这里好了。Index my first key， 先把这个删掉。OK， 所以我现在把下载下来的成品放在 my first D3 这个档案里面，然后就跟第2章一样，先开 Python local server， cd desktop。然后 Python HTTP OK， 然后开 localhost 8000，然后这个就是第3章做出来的成品的图片，做出来就像这样。OK， 那先把这关掉。这样然后现在就从头开始做。所以呢，先开这个，然后把 index 这里面这是成品嘛，所以可以先把这个成品删掉。然后这个是前置作业，所以可以把这个直接复制，然后贴上 index。贴完之后，可以先跑一下 local server 看一下有没有 work。simple server 看一下。OK， 我的第一个地序，所以就 OK 了。这个就是代表它现在在跑这个 index.html。然后下面它等 h1， 所以在 h1 下面之后就可以输入 JavaScript， 然后这样。这个要用这个原因是因为它就是只是说这个是 JavaScript 的 code。然后第3的 code 都打在这2个 tag 里面。一开始的话，先设定2个 SVG， 设定 height 跟长跟宽。所以呢 var SVG width 500SVG， 然后 height 200，这个就是 SVG 的宽度跟长度。然后接下来要宣告我们要视觉化的 data， 就是这个 array。所以这边宣告 var dataset 30、20、40、45、25、15、35、18。这里宣告完之后，这就是我们要呈现的data。然后这个 data structure 就是刚刚讲的 JavaScript array。对，所以假如你要
读取30的话，就是 dataset 0，它就会是30，然后 dataset 1是20，以此类推。OK， 然后宣告完 data 之后，就要开始设定 SVG， 就跟这边讲的一样，利用前面宣告的长跟宽。所以呢，先用 var svg 等于 D3.select body OK， 然后呢点 append svg 点 attribute svg width， 然后最后一个是 height。OK， 所以这边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先选择这个 body tag， 就是这个 body tag， 然后我们要加一个 SVG 的 element， 然后它的宽度会是500，就是跟我们前面宣告的一样，然后长度会是200，大概就是这样子。往下。这边就是在讲说，我们的 SVG element 会被放在 body tag 里面。这边就是我刚刚解释的长跟宽。然后再往下的话，宣告完就是当你宣告完 SVG 之后，就要开始呈现你的 data 了。所以这边就是跟着章节走的话，就是要加上长方形，所以 svg 点 select or rect 点 data， 然后 dataset set 点 enter 点 append rect OK。这边就是说先做一个 empty selection， 这边有解释比较多啊，我这边就稍微讲一下就好了。它这里做一个 empty selection， 然后简单来说就是你的你要呈现 data 是你 dataset array 里面的数值，然后呢，如果这些数值在你的 HTML 上面没有绑上 rect 这个 tag 的话，那你要把它们绑上 rect， 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呢，每个 data 每个值你都会绑上 rect 这个tag。这个 enter 这边这个 enter 是比较特别的语法，这边有解释，所以可以稍微看一下。基本上如果你的 dataset 里面已经有 rect 这个元素代表的 data 值，这边写。如果已经有元素代表的 data 值的话，如果它已经有代表一个 rect， 那它就不会执行下面这个 code， 它就不会再 append 一个 rect 的元素代表。这个解释的话，可以在这边看一下。然后呢，继续往下 ，attribute 点 attribute x function di return I 乘以 svg with dataset length y function
d return svg height 减 d 乘以4。OK， 这个的话就是宣告我们的 rect 元素代表，就是每个 rect 元素代表的 x 跟 y 坐标。所以呢，例如说，如果是30这个值，它进来的话，那 d 会是30这个值，然后 i 会是0，因为它是在这个 array 的0的地方。刚刚讲 data 0 ，data set 0就是30，data set 1就是20，就跟怎么读取 array 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如果是30这个值的话 ，d 会是30，往下看这里 ，d 会是30，然后 i 会是0，i 0是因为它是第一个值嘛，然后宽度是500，这个 svg 是500，然后 data set length 是这个 array 的长度，所以是9，没错，对。所以这整个执行起来的话，就会是看一下这边，0乘以500除以9等于0，对。如果30这个值跑的话，就会是0，它代表30这个值的长方形，它的 x 坐标会是0，然后它的 y 坐标的话会是80，对。这个 d 一样30，然后这个是200，所以200减掉30乘以4等于80。这边可以稍微看一下哦，那个 D3 的 height 理解有点不一样，它的最高点 height 等于0，然后最低点 height 等于最大值，然后宽度跟一般常理是一样的。然后呢，在宣告完 x 跟 y 坐标以后，就要宣告长方形的长跟宽。这边先宣告宽度的话是 width svg width 除以 dataset 打 length OK， 然后点 attribute height function。哦，等一下，打错了。function d， 然后 return d 意思。基本上 x y， 然后宽跟长，就是当这个数值没有被打 enter 过滤掉以后，它就会执行下面这全部的 code。所以呢，因为我们这9个值都没有被打 enter 过滤掉，所以呢，每一个值都会执行下面这全部的 function。所以现在以30来讲的话，它的宽度就会是 svg width 500除以9，对，500除以9，然后大约是55.5。基本上每一个值的宽度都会一样，因为svg width 跟 dataset length 对每个值来讲都是一样的。然后它的长方形的长度的话，这边是30乘以4，所以是120。然后呢，做到这里之后就可以先存档，然后确认你的 local server 还要再跑，然后 refresh， 对，就会看到黑色的长方形。可以先来看一下它这个呈现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先假设30这个值，30这个值进来之后，它绑上一个长方形的元素代表，然后它的 x 坐标是0，所以是0，这边 x 是0，然后它的 y 坐标的话，刚刚讲是120 ，OK， x 是0，然后120，所以120是在
这边，对，然后宽是55.55吧，你看每个长方形的宽度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值是不会变的。然后高度的话是120，所以是这个高度总共是120，对。然后先确认做到这个，可以看到这个长方形。如果不行的话，先看一下有没有打错。看到之后就继续。现在因为现在是全部都黑色嘛，所以要加一点颜色。在长度 height 后面就可以加颜色，打 attr 的 function d return RGB 加 d 乘以5加0。这边基本上就是在讲说，我每个长方形要什么颜色，然后这边我们颜色决定的方法是用 RGB 颜色，可以去查一下，RGB 颜色，对，配色表这个都可以看，可以稍微看一下它是怎么配色的。OK， 然后打完这一行之后，就可以再重新整理。对，所以因为 RGB 这个元素，它会随着 D 这个值变，所以我们看到高度越高的长方形就会越红，然后越低的就会越黑。对，好，之后再改良因为现在我们的先把这关掉。现在这个长方形的话，它挤在一起不太好看了，要加一些间隔在中间。所以先宣告 bar padding 这个值先暂定为5，可是可以因你的图表可以做变化，所以 bar padding 等于5。宣告完之后，在你的宽度这个地方加减 bar padding。然后过来，就看到这中间有间隔。这个能做到的原因是因为它把宽度缩减了，它把你每个长方形的宽度缩减，所以你才会有这些空隙空出来。然后有了长方形之后，现在要来加上面的文字，也就是前面这个长方形上面的数字30、25、30、20、10等等。因为现在没有数字的话，不太知道实际的数值是多少，所以要加上数字的话，就要加 text element。text element 可以加在长方形的下面，跟这个很像，跟增加长方形的方法很像，一样是 svg 点 select。哦，这个是一样是 empty selection， 然后 data 一样是 dataset， 一样用打 enter 的筛选，然后 append。这个 append 跟上面不一样，因为这次我们要加的是文字，刚刚我们是加长方形，所以是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要加什么文字呢？这个文字的话是 function d 文字的话，我们要呈现的数字是 dataset 里面这里面的值，所以就 return d 就可以了。
然后宣告完我们要什么样的 text 之后，我们要跟 D3 讲说这个 text 要放在 SVG 的哪里，所以一样我们要设定 x 跟 y 的值 ，x 跟 y 的坐标啊，它基本上会跟 D3 讲说，我们的数字的 x 跟 y 坐标要放在哪里，所以一样是打 attribute， 然后 x function di turn I 乘以，然后 svg with 除以 set 加 svg with 除以 data set 点 length， 然后减 bar padding。bar padding 除以2，除以2 ，OK， 然后下面是 attr 点 attr y function， 然后 d return， 多打一个 return svg height 减掉 d 乘以4，然后加20，这个会标示出 x 跟 y 的坐标，跟上面这个长方形的 x 跟 y 坐标很类似，一样都是就是定出 x 跟 y 的坐标。这边可以看一下跑30的值是什么。如果现在跑的是30的话，那 text 就会 return 30，然后 x 坐标的话会是500除以9减5，然后除以2这个值，因为前面乘以0嘛，所以这个就没有了。然后 y 坐标的话会是200减掉120再加20，所以是100，应该是吧？对，100。然后打这个就可以 refresh， 看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重新整理。怎么看是哪里打错了？回来看一下 d 乘以4，看起来是 x 坐标错了，所以检查一下 x 坐标哪里打错。data set 打 length， 处理 data set 打 length， 对。然后重新整理 ，OK， 所以这边要小心一点。看到这个以后，会觉得说这个 text 好像有点往右边挤，所以呢要把它移回来，要加这个 text anchor middle， 它就会往中间移一点。打 attr， 然后呢，这个放在 x 数值上面会比较好。text anchor， 然后 middle， 然后重新整理，就往中间移了。然后呢，美化完之后改一下字体，现在黑黑的看不太清楚嘛，然后字体不是很好看，所以呢，加一下在 y 属性下面加点 attr， 然后 y function， 打错了 ，y 已经打过，所以是 font family。这个字体可以因个人喜好可以改，看你喜欢什么字体都可以用。这个是字体大小 font size， 这里先暂定20 pixel， 然后呢，字体颜色用白色比较好看。
打完之后，所以这个就是文字嘛，字体，然后字体大小，这个是字体颜色。存档重新整理就可以看到，对，看到这个就代表你已经成功了，做完长条图，这个就是我们的成品。如果做不出来的话，可以下载成品，然后看一下，对照一下，你的 code 跟这边的 code。那第三张长条图就到此为止了，谢谢。